生命灵数4号人请注意，你太焦虑了，请放松。你一定觉得奇怪，我这么镇定，哪里焦虑了？因为你的表现方式不是一眼就看得出来的这种，而是你的 Plan B、Plan C 太多了，多到让人受不了了。有一个把全世界搞疯的极端4号人代表，美国总统川普，你说他是不是把全世界都搞疯？很爱唠狠话，关键时刻竟然会 tackle， 就算今天说的和明天做的不一样，也理所当然。似乎只要顺利达成目标，什么方法都可以。一下活捉马杜罗，还突然跑去打伊朗，他到底在想什么？这种脑回路是怎么一回事？只看表面的人肯定会被乱到心累不已。不管你是很焦虑的4号人，还是被4号人累到的人，今天的节目就是来帮忙你的，一定要看完哦。生命灵数看妈妈大师，让你轻松做自己，知道灵数相处很简单。欢迎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开启所有通知。嗨，大家好啊，我是妈妈大师。今天来说，怎样和生命灵数4号人合作不心累，马上用你的灵数来签到，就不会找不到了哟。先来认识生命灵数4的优点是什么吧。数字4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安全感。4号人对安全感的需求是刻画在灵魂里面的，喜欢提前想好备案，然后从从容容的行动，或是准备足够的钱，好轻松交换各种需要。有4的人有一点钱就能拥有基本的安全感，有2个4以上的人，钱和备案都要有才能安心。至于4号人，除了钱和备案，甚至要加买保险才够哦。换句话说，你已经是最高级别的了。而且4号人不喜欢别人知道他在担心什么，习惯悄悄准备 Plan B， 目的是自己要能安心。若是知名度会带来危险，那4号人就会选择低调。但问题来了，那川普这么高调是发生什么事呢？那代表高调是必要的，毕竟低调没办法选总统啊。更有趣的是，川普摆明自己爱钱，还到处去要钱，从对等关税、稳定币、股市、AI 晶片全都要赚，一直强调帮美国赚了多少钱，就是在赚安全感。因此，这也是4号人和数字4很多的人的特色，被认为是固执难沟通，甚至是会坚持到底的人，但常常也是团体中相对可靠的存在哦。先来说，大家和4号人合作时能得到的好处，是你身边会有像瑞士刀一样好用的备案达人，因为4号人是没有 Plan B 就会焦虑的人。刚开始你可能会觉得4号人有点啰嗦和麻烦，但只要进入执行阶段，你真的会打从心底觉得，哇，团队里有4号人真的太好了。4号人最神奇的地方是有无懈可击的安全感，天生有奇妙的雷达，对各种万一极度敏锐，还会提前准备备案，向约好的厂商临时放鸟，在大家手忙脚乱时，一脸淡定地拿出第2套方案，说刚刚联络另一间了，应该20分钟后可以来，让所有人都佩服不已，简直就像是团队的守护神。正因为4号人有这种未雨绸缪的强迫症，在混乱的时刻，4号人能降低整个团队的焦虑感，所有可能踩到的坑、会掉棒的环节都提前想好了，凡事都有 Plan B 的稳定感，能让大家专注在眼前的任务，而不用一直担心后面会不会失火。更厉害的是，4号人通常是极致的细节控，为了想出完美的 Plan B， 会在脑袋预演很多次，最好是连微小的步骤程序都要排练得清清楚楚。大家平常没注意到的安全问题或小漏洞，往往就是在4号人推演备案的过程中被揪出来的。所以和4号人合作，不只是买了一份保险，更像有一位免费的顾问，把整个专案体质彻底强化。虽然准备时累一点，但绝对不会倒的扎实感，这真的是和4号人合作时的奢侈体验哦。和4号人共事，像随身带了一把多功能瑞士刀，虽然很有安全感，但过程的分量也会让人很有感。在默契诞生之前，需要先跨越心理消耗的问题，例如大家兴致勃勃讨论怎么把主题做得更惊艳时
4号人焦虑发作了，卡在那个没发生的万一里，开始不断纠结，担心备案不够多不够好，会让其他人想对天空大喊能不能停下来呀？为了1%几率的事，要花30%的精力想办法，在快要忙翻天的时候，这是不是让人受不了呢？如果你的经验丰富，明明知道这个备案8成会在抽屉里发霉，但安抚不了4号人的焦虑，只好陪他熬夜做出来，这种明知是白工却得做的无奈感，只要体验过就知道很消耗正能量的。又或是你信心满满和4号人分享一个点子，第一句话不是太棒了，而是那失败了怎么办？在脑力激荡最热血的时候，突然一盆冷水泼下来，把现场的火花全部熄灭，真的会让人弹性疲乏。要是新创意的执行难度很高，这下还会出现新危机。又或是大家的冲劲和热情逐渐被浇熄的话，有一个人说，算了，那就用平庸但安全的 Plan B 吧。接着你会发现，整个团队不再是为了卓越而战，而是战战兢兢的追求不要失败。当大家的目标从赢变成不输的时候，那种心累才是所有人最难跨过去的坎。如果你的主管、同事或是家人中就有4号人，相信你一定有被4号人用焦虑捆绑起来的经验。在没办法解除关系或保持距离的现实中，有没有保留4号人的优点，减少考验的方法呢？当然有，这是喵喵大师的独门绝技，听到赚到。知道灵数相处很简单，再说的就是这个，只要你学起来，就能安心舒服的和4号人合作哦。首先，重点不在于纠正4号人的焦虑，毕竟焦虑只要发作，就很难停得下来。为了不让4号人的 Plan B 变成团队的负担，你的重点是将4号人的焦虑化为产值。面对4号人的焦虑发作，不用和他对抗，你可以用这4招，温和坚定地把主题拉回轨道。1. 先定义风险分级，划清需要备案的战场，像是预算超支、法律责任、品牌声誉、关键时程。会出大事的部分就必须准备 Plan B， 但涉及个人审美、非关键文案调整和内部作业，属于次要风险，就相信团队的临场反应了。2. 启动事前勘验法，用15分钟的会议研究，假如这个专案彻底失败了，会是什么原因呢？与其让4号人在你提议时泼冷水，不如给他一次把担忧说完的机会。一旦风险被列在白板上，并讨论出对策，他就不会在后续的执行期反复纠结，因为他觉得被听见，而且风险已被管控了哟。3. 备案要符合成本概念 ，Plan B 是有价格的。当4号人提出要有备案时，请加上执行成本评估，像你的 Plan B 很有道理，但请你帮我评估一下，需要多少额外的人力？若几率只有5%，值得吗？这能强迫4号人从感性焦虑回到理性成本，让他自发性的筛选掉那些不必要的备案。4. 设定触发条件，以避免 Plan B 篡位哦。最心累的情况是，大家在执行 Plan A 时，有人却偷偷在做 Plan B， 导致力量被分散了。定下触发点，除非6月20日前赞助款没到位，否则我们绝不考虑备案的方案。最后和4号人合作，还有一个小技巧，当4号人开始说万一那样的话要怎么办，而你可以试着温和的反问，如果一切顺利的话，我们能达成哪些成果呢？直接强迫4号人把大脑从防御模式切回进攻模式哦。前面说了这么多，感觉好像都是4号人的问题，当然不是，这是喵喵大师的独门绝技，听到赚到。备案达人4号人请注意，你只要优化自己，能从风险控制者进化为战略布局者哦。凡事都要有 Plan B 的习惯，可以这样调整： 1. 练习计算风险代价和预防成本。先问自己，如果 Plan A 失败了，代价是赔钱、丢脸、倒掉。若失败代价很小，那就练习拥抱那个小失败吧。2. 建立模组化备案，而非全套备案。心累往往来自于 Plan B 像是一套全新的工程，
找出脆弱环节，局部加强，用小变动换取安全就好。3，别让团队觉得自己是在泼冷水，用建设性提问取代否定式担忧。像万一这家厂商迟交怎么办？该找第2家吗？这说法听起来是不是像在质疑同事的选择呢？只要换个说法，我对这家厂商有信心，不过为了让大家都安稳，我想在合约里加一条预期补偿，并预留2天的缓冲期，你们觉得如何呢？当你的 Plan B 看起来像是在守护大家的成果，而不是在看衰大家的努力，感觉会完全不同的。4，不要在第1秒就跳入 Plan B， 这会杀死创意的。在创意发想期，强迫自己只看目标，关掉风险雷达，甚至是支持那些大胆但有点冒险的想法。进入执行收敛期，才是你发挥备案天赋的时候。请试着在某些低风险可逆转的小事上不准备，例如聚餐不定位，简报不准备讲稿，去感受那种随机应变的快感，这能够提升你的心理韧性哦。5， 4号人要练习区分安全感与必要性。很多时候 Plan B 是为了缓解你自己的焦虑，而不是因为专案真的需要。这要怎么办呢？请诚实地问自己，我现在想做这个备案是因为怕出问题被骂，还是这对专案真的很重要？当你发现这是为了自己的安全感需要时，请练习用冥想或深呼吸来处理情绪，而不是用增加 Plan B 的工作量来转嫁焦虑哦。4号人一定要练习这种心态的转变，请记得，真正的顶尖高手不是拥有最多备案的人，是没有备案也能在废墟中带领大家走出来的人。优化自己的终极目标，是把那份对未知的恐惧转化为对自己应变能力的自信哦。欢迎留言表达你对备案达人的看法哟。想知道4号人需要安全感的灵魂动机吗？欢迎加入会员，每个月只要1杯咖啡的钱，就能看到开启会员以来全部的讯息哟。生命灵数看妙妙大师，你会越来越好命的哟。